元童，神尊去了紫云台，带你袁家受罚。神尊，元童，别过去，元童。神尊，神尊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打起雷来了！这怎么好端端的打起雷来了？这天宫也下雨吗？这是紫云台那边传过来的，8成是哪个倒霉蛋正在受罚呢。天哪，这到底是犯了什么错啊？什么人扛得住这样的雷刑？7道天雷，这哪里是受罚？这简直就是要人命啊！神尊呢？神尊去哪儿了？大殿议事呢？神尊，兄，神尊！怎么办啊？青阳医官，我师兄如何了？神尊法力高强，以神力扛住7道雷击之刑，但动用了大量神力，导致寒疾复发，来势汹汹。我别无他法，只好先封了神尊的神力。啊！你封了我师兄的神力？不然呢？小仙曾多次劝诫神尊不要妄动仙法，可神尊置若罔闻，还用神力去对抗雷刑。不封了神尊的神力，难道要送他回长生海，再造一座冰宫吗？哎呀，青瑶医官，神尊到底情况如何呀？天君那边还等着消息呢。小仙以90之数暂封神尊7期49日的神力，可暂保他无恙。时日一到，仙术自解。也就是说，这段时日神尊神力全无。正是。那神尊日后只要神尊听小仙的话，在这49日内安心调养，好好吃药，应该无碍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青阳医官，我师兄神力被封了之后，这日常上可有什么不适吗？上神既然这么担心，自己常来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诸位，神尊乃是天族战神，如今暂时神力，唯恐宵小之辈趁机作祟，还请诸位谨言慎行。我等知晓轻重。神尊，
灵犀都快要吓死了。你以后不要这样了。我漂流在水天一色的银河，看月光荡起层层银光。在梦中，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，牵引着。天空它带给我隐却的快乐。与你在萌芽星河，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落花一侧，惆怅两处隔。你送我月色，却无从勾勒。倾盆而下，让月化作浪花去拍打。不敢沉默，一丝深切过，漂泊于心的水火，为你洗彻一生的苦涩。层层银光，在梦中，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，牵引着。天空它带给我隐却的快乐，与你在萌芽星河，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站住！13啊，你又要进去干嘛呀？这神尊昏睡多日了，我打盆水给他擦擦身子啊。你给我师兄擦身子？对啊。哎呀，怕什么呀？那以前我们在军营不都是一个桶里洗澡的吗？嘘，13呀，如今你已经是女儿身了，不要总提以前那些事情了。再说了，灵犀在里面，你就不要进去伺候了，把水端下去吧，啊，去吧。司命，云峰上神，神尊还睡着呢。我刚刚进去，他睡得可香呢。怎会昏睡这么久？司命，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些是凡人用的药品。
神尊失了神力，天宫的补药药性太重，我怕他承受不住。切记，这些时日，神尊就是一个凡人，怕风怕凉，身体虚弱，一定要勤加看顾。天宫虽然没有猛禽凶兽，但像小青鸾、逐日鸟这样的飞禽，到底是未开灵智，一定要看紧神尊，别让他被鸟雀所伤。那鸟雀还能伤得了我们家神尊？他也不怕崩了他的牙？给我吧，我先下去了。不应该呀，应该早就醒了，怎会睡这么久？神尊，神尊，你终于醒了。本尊睡了多久？神尊，你已经睡了7天7夜了。是谁用9灵之术封了本尊的神力？神尊，请息怒，是我师姐。好大的胆子！神尊，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师姐，她也是一番好意。神尊受了雷击之刑，寒疾复发，若不暂封神力的话，恐怕……罢了。请神尊用茶。青瑶医官可有交代过，封了神力之后会有什么不适？师姐说，神尊暂失神力，就不能正常吞吐天宫的仙气了。虽是上神之躯，却与凡人无异，会渴，会饿，会异常疲惫，需要睡眠养神。本尊问的不是这个，本尊指的是会不会头晕、气闷、无力，好像中毒一样。这个师姐好像没有提过。神尊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，神尊？啊？本尊是中毒了。怎么可能？除了我们几个，根本无人知道神尊失了神力。那云峰上神也是亲自在这浮云殿外镇守，这寝殿内小仙一直在此，寸步未离。神尊，你说，到底谁会有如此大的胆子，敢对神尊下毒啊？你说本尊睡了7天7夜？是。这7天之内，你可有开过门窗？没有。这门窗若是开了，这殿内好不容易积攒的热气，岂不是都要跑出去了？神尊，你放心，小仙知道神尊畏寒，怎么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呀？那你知道火炉密室燃烧是会中毒的？有吗？可我们不是神仙吗？本尊被封了神力。啊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起，神尊，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啊，神尊，开窗，开窗，开窗，窗。神尊，这里的云雾太大了，湿气重，以你现在的身体，不宜久坐，容易风湿。
青瑶，青瑶，你是从浮云殿回来的吗？对啊，那你见到神尊了吗？见到了。神尊怎么样啊？没有大碍。哎，没有大碍。前些天你就这么说。玉离仙君，听说战神前不久收了一个小仙娥入殿，不是说那是谣言吗？空穴来风也未必无因，战神向来不苟言笑，像这等消息，过去又如何有过？听说呀，战神这次恢复声誉也与那小仙有关呐。还有这事儿？战神向来重恩，听说啊，那下界小仙模样还不错呢，没准战神这次真是动了心啊。哎，那可有福气了，一步登天呢。哼！你是小仙灵犀，见过仙君。请问仙君，你是来找我家神尊的吗？果然是你呀！上次宴会匆匆一面，只当你是个普通的小仙娥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！看来本仙子还真是看走了眼呢。玉离元君，灵犀，你就是那个生在桃林，修习5万年至今仍是地仙，可真没长进。你的生父乐伯曾掌管药王洞，后因醉酒误事被逐出了天宫。玉离元君，你到底有何事啊？你若无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着什么急啊？青瑶是你的师姐，你还有一个整日到处寻衅打架的狐狸师弟，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没有母族，连生母是谁你都不知道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本仙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那仙君就在这里慢慢说吧，小仙可没兴趣听。修为不高，脾气倒是不小啊。好吧，说了这么多，就是让你明白，你呢，除了在浮云殿做仙娥以外，再也不可能与神尊有别的什么关系。所以不要痴心妄想。痴心妄想的人是你吧？对呀，就是我呀。我长得比你美，修为比你高，我可以，你就不可以。好了，我现在就要去见神尊了。神尊，药王洞玉离求见。进来吧。灵犀，进来吧。神尊，这九龙神火罩是当年祝融火神以炙炎神珠打造，上刻九龙凝炎仙阵，又经地火淬烧了3万余年而成。父亲说，这对神尊的寒疾有所帮助。妖王有心了。灵犀，把东西收好。是。父亲还说，前阵子他外出云游，耽误了神尊进药，内心十分不安。好在我们药王洞青瑶医官还算尽职，不然还真是犯了大罪过了。药王言重了。其实，玉离的医术不比青瑶医官差。以后神尊若是不嫌弃的话，玉离可以。青瑶医官很好，多谢仙子。本尊最近身体不适，仙子你可以退下来。灵犀，代本尊送客。是。玉帝元君，请吧。那玉离改日再来探望神尊，玉离告退。小仙送玉离元君。不用你送了，这儿我比你熟。那正好。
元君慢走啊。我好像睡着了。我怎么睡着了？神尊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刚刚。凡人怎么那么爱睡觉？不只是凡人爱睡觉，神仙更爱睡觉。我爹每次一喝醉就睡上个3、5年的。这世上不爱睡觉、整日修炼的，恐怕就只有神尊你了。你不用待在这儿了。小仙多嘴了。你把这带走吧。这个是药王给神尊你的。你个性懒散，每天都在睡觉，所以修为才那么差。此物属火，对你丹鸟一族大有裨益。你把它留着吧。谢神尊。小仙告退了。林夕，神尊有何吩咐？添茶。神尊，你都已经喝了10几壶茶了，虽然茶能醒脑，但是喝多了对身体不好。
神尊，你要出门吗？随便走走。那小仙跟你一起。本尊只是暂失了神力，又不是身体不健全。不许跟着。还不起来？好巧啊，神尊。这位仙子这么急匆匆的，是要去哪儿啊？云峰上神，神尊不见了，你可看见他？闷了多日，许是出去散心了吧？神尊他失去了法力，一旦被什么飞禽走兽叼走了，可怎么办啊？灵犀不是跟着他吗？那灵犀哪有我贴心啊？再说了，灵犀那两把刷子，他能打得过谁啊？花烟都能把他打得跪地求饶。不行，我还是得去找找他们。哎，你还是别去煞风景了，进来给我沏壶茶。进来。神尊，下雨了，你身子弱，淋雨对身体不好，快回去吧。本尊不是叫你不要跟来，我要静一静。天雷何在？何在？启禀战神，天雷真君身体抱恙，已然闭关，托卑职向战神告假。准。谢战神。本尊已经查看你们这些年的功绩考评，6界太平，少有战事。你们的日子似乎过得不错。我等惭愧。袁同卸任守将之职，由韩章顶替。开阳继续留在天宫练兵。紫光调回天宫，暂归开阳统领。空缺守将之职，由其副将顶替。方生，从天宫抽出1部天兵，搜查6界魔族余孽。诸将须各司其职，谁若怠慢，莫怪本尊军法不容。是。敢问战神，为何要将末将调回天宫？怎么，神尊将你调回天宫归本将统领，难道还委屈你了不成？我属下不敢。若无异议，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怎么样安置袁家。喂，
在这发什么愣呢？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是神尊破境之日，我来为他解开九神术的。这么快就到了？今日就到这儿了。谨遵神尊之命，我等告退。医官来了。神尊，神尊，你伤得好利索了。好了。神尊给的丹药很好用，再加上日前神尊所赐的仙宝，小仙不但如数恢复仙力，还小有突破呢。好了就去干活，没活干吗？有。那小仙退下了。小仙来为神尊护法，请云峰上神殿外等候。你忙你的便是，当做我不存在。殿外风景也蛮不错的。冷是冷了点儿，不过好在面冷心热。上神，你在说什么？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小仙的确有一件事不明白，想请教上神。说来听听。小仙就想知道，像云峰上神和我家神尊这样的修为，是不是如果你们不愿意，别人是不能靠近你们的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了。那连靠近都不行，自然也是亲不到的。啊？你说什么？莫非是自愿的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医官有劳了。神尊客气了。这寒疾可算是好了。好了大半，但神尊还是会比寻常仙者微冷。若遇战事，动用法力还需谨慎。本尊知道了。医官这便回去了。医官对我师兄费心费力，云峰感激不尽。倘若无事，去我殿中一叙可好？不必了。医官，医官。干嘛？这是给神尊的。谁惹你了？还能有谁？不就是那个圆筒？他来了。他敢来？他要来了，不早成了我混金当的帐下鬼？这人家都没来，怎么就这么大气性？神尊要见他，命我去袁家换他。要我说，像这种忘恩负义的人，还见他做什么？等我去他家，不把他家砸个稀巴烂！你把话传到便是，可别胡来。我看见他们袁家的人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咱们神尊还为了他受了雷刑，这口气不出，都难消我心头之恨。这你还不如不要去了呢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谁去？要不你去？我？你去，就你去。这个，我去，你去。哎，灵犀，你陪我去好不好？
哎呀，好灵犀，你就陪我去吧，行不行？我每次看到那圆筒，心里都凉飕飕的。你就陪我去吧，啊，灵犀，你最好了，也凉了。灵犀，你最好了，你就陪我去吧，啊，走走走。母亲，你这接连几日不眠不休，身体会受不了的。冬儿，老身错了，不是母亲的错，都怪我。若是我早日……好了，什么都不说了。老身累了，想休息了。下去吧。是。不行，你行。去！快去啊！你来这儿做什么？你要的东西我都已经给你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神尊找你去扶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回来啦？灵犀陪我去的。怎么都没精打采的？可是云腾说什么了？他欺负你们了？那这是怎么了？
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以后，我们怕是要躲着他些了。躲着他？凭什么呀？哦，他理亏在先，还了不得了？灵犀，不是你的错。神尊，你在说什么？小仙听不懂。袁老夫人的死与你无关。我知道，又不是我入了魔，也不是我杀的他，是他们做错事。他们做错事，还不愿承认，还想推给别人，是他们咎由自取，跟我才没有关系呢。那你为何如此难过？袁老夫人把家族荣耀看得比命还重要。如今家族荣耀不在，她便没有活下去的勇气。也因为她这样的个性，才会教出袁征、袁同这两兄妹。得失心太重，才会被魔所惑，坠入万劫不复之地。缘起缘灭，皆因是他。命中注定，躲不掉的。命中注定，命中注定的事，一定都会发生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是没有看到那天晚上那个情形，特别。云峰上神，上神，上神怎一人在此啊？这是怎么了？上神也会愁眉苦脸的，真少见啊。你们快来看看本座。看什么？仔细看看。上神是练功练差了，还是中毒了？看不出啊。认真看看。怎么样？认真点儿。本座这张脸，是不是变老了？是不是美貌不在，英俊减半了？啊？什么意思？上神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整个天宫无人不知啊！对，是啊，本座在这里照了半日镜子，确实没有丝毫变化，依旧是玉树临风，英俊潇洒。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喜欢本座的。哎，上神，你说的是谁啊？还能有谁？青瑶衣冠。
轻摇是啊，轻摇衣冠啊。若不是本座的问题，那就是他的问题了。上神，会不会他只是不喜欢你这款的呢？不可能。本座知道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他一定是在故作矜持，欲擒故纵。他在压抑自己的想法。哦，上神，你会不会对他有什么误会？不会的。你们几个呀，在情路上的历练还是太少了，你们不懂。看来本座是时候放大招了。上神，我们去啊！不是说了吗？要放大招。放大招？最近不要去药王洞，青瑶医官的心情不会好。放大招？走了。哦。快点！走，在那边。是啊，云峰上神。是云峰上神，你看啊，真的是云峰上神，是风采不凡，好帅呀！你快看呐，上神在做什么？哎，你看他过来了，云峰上神，他又在发什么浪？真是气宇轩昂，风采不凡呐！青瑶仙子，喜欢吗？这世上任何你喜欢的东西，本座都可以给你。只输给深爱的人。请神尊用茶。神尊，小仙有一事请教你。就是这个，我怎么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没什么用啊？怎么总是天恒神砂一个样子？我怎么把它取下来啊？天恒神砂乃是南极仙翁之重宝，为何会在你手上？我上次去南极仙州为神尊恢复战报，结果无意间落入一个山腹之内，我在那里发现了水月鼎。我用水月鼎恢复完战报后，它就自行套在我手上了。南极仙翁可知此物在你手中？不知。
我不想要的，我试了很多法子，怎么取都取不下来。看来天恒神砂已然认你为主。啊，那我怎么办啊？我不会用啊。天恒神砂乃是天生天养的无主之物，可毕竟仙翁苦守多年，你不问自取，终究是不妥。虽然神器自行认主，但理应还是要知会仙翁一声。还要再去一次啊？我上次去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很凶的上仙，我不敢去。本尊陪你去。真的吗？见过神尊，灵犀仙子。驾云走吧。神尊，小仙的仙力恢复的还不算太好，你可不可以带着小仙一起驾云啊？你之前不是说过自己仙力恢复的差不多，而且还小有突破吗？有吗？你不是丹鸟吗？你自己飞啊！我敢问仙友来自何方？来我南极仙州，所谓何事啊？天宫九臣前来拜访南极仙翁，小仙眼拙，竟未认出战神，还望战神勿怪。无妨。仙翁可在南岳？家师的确在南岳，不过不巧的是，家师已与大师兄一同闭关了。这至于什么时候出关，却未曾提及。啊，家师早料到神尊会有此一行，特意为神尊留了话。洗耳恭听。万事万物因缘际会，顺其自然，无需自扰。看来是本尊着相了，不如仙翁洒脱。先转告仙翁，本尊定会物尽其用，不让重宝蒙尘。秦远，自众号将你送至为师这里起，自然而然的，你就绝了尘缘，并且为师有言在先，既入南岳，自此你就与他再无干系。师父之命，弟子不敢不从。但义父对弟子有养育之情，若非义父，清远早已横死凡尘，又何来弟子今日？若是为师，非要你留下来不可呢。望师父成全。师父为你算过了，若离开南岳，前程凶险。稍有不慎，便是万劫不复。你自己可要想清楚了。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你我师徒缘分已尽，自此往后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弟子愧对恩师。
大师兄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出关了？还有些事情要办，这次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你们要好生侍奉师傅。请师兄放心。师兄，有事？倒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之前天宫战神带着座下小仙娥前来拜见师傅。天宫战神，他与师傅并无什么私交，怎会无故前来拜访？不知道，不过师傅早就知道他会来此，还特意留话给他。战神还说，定会物尽其用，不令众宝蒙尘。是你啊！原来是你。不知何事得罪了仙君，不打招呼就动起手来了。废话少说，我要用你的神魂击败天地！国师，纸斌，国师，你跟他无冤无仇，他怎么会杀你啊？那个人见到我也是一脸的惊讶，看来绝非为那一夜的事情所来，一定另有其他的目的。去查查他的底，找个人，悄悄地跟上去。是。义父，义父，你还没死。义父，你真的没死啊？你的伤已经治好了，我是没有死，但我早是该死之人。我全族被奸人所害，凭着神魂俱灭。方为我在幽都山冲出一条血路，如今的我，活着和死了还有区别吗？义父，你入魔了？是，我是入了魔。天族将我驱逐，山灵族的人欲杀我而后快，六界当中没有我的容身之地。阿元，你是天族中人，你也要与义父为敌吗？阿元怎会如此？若非有义父，何来阿元今日？阿元此次离开南岳，就是为了帮义父报仇，即使粉身碎骨，神魂飞灭，也在所不辞。好，
你真是个善良的孩子。阿元，我要修复魔道，找到水月鼎。我要以清秀的骨肉祭奠我死去的亡魂。你可愿帮我？誓死追随义父。此次水月鼎被盗，我必定为你寻回。小青鸾，挑衅是吧？看我不拔了你的毛！好啊，跑哪儿去了？你别躲了，我看见你了，出来！哼，小青鸾啊，小青鸾，这次你可是犯在我手上了，可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又是你这浮云殿的小仙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你敢到这儿来撒野？什么地方？再往前不远就是万灵院了。今日算你运气，若真闯入了万灵院，就光那个霸骨兽就能将你咬个粉碎。到时候本君该如何把你拼凑好呢？站住！本君何时许你走了？玉离元君，今日是你的鸟戏耍我在先，我已经不追究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追究？灵犀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啊？这青鸾是我的爱宠，莫说我没有看见他如何戏耍你，就算真有其事，那又怎么样？倒是你追打他，我是亲眼所见。今日念你是浮云殿的下人，只要你好好给我的鸟行个礼，赔个不是，这事儿啊就算了。你要我给一只鸟行礼？怎么？做梦吧你！想走？青鸾，我们走。你手怎么了？给我看看。谁给你伤成这样的？别提了，都是因为那只臭青鸾鸟。什么？一只臭鸟也敢欺负到我们浮云殿的头上了？就是。花烟，取我的混剑刀，看我不把它给炖了。我跟你一起。哎，先别急，青鸾鸟是玉离仙子那只神鸟吗？就是它，就是它。谁？玉离？灵犀啊，要不咱忍一回呗？13，我白认识你了，不这么义气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灵犀，你想想啊，你说你堂堂一个小仙是吧？咱心胸得开阔一点，你干嘛跟那些飞禽走兽一般见识呢？我开阔不了，我也就一飞秦，你忘了？你怎么会怕玉离呢？你可是连功德殿都敢闯的人。我不怕他，
我怕的是他爹。药王有什么可怕的？你傻呀！咱们在天宫生活，那怎么可能离得开药王？你想想，你如果修炼仙术，你得吃助修炼的丹药；你如果习有所成，你得吃巩固修炼的丹药；你如果练得走火入魔了，你还得吃静心凝气的丹药，对吧？你说你一个桃林小仙，什么都不懂，你怎么长这么大的？我就是什么丹药都没吃过，怎么了？我打小就吃麻酱烧饼、白糖拌豆腐脑、辣椒油毛肚，我也长这么大了。这是一回事吗？哎呀，你别生气了，你想开点嘛。是啊，灵犀，你就想开点吧。为什么人人都能欺负我？哎呀，灵犀，你别这么想。灵犀，灵犀。国师，那日刺杀你的人是仲浩的养子。仲浩的养子？那他是在替仲浩报仇。可他是南极仙翁的徒弟。我们已经掌握了仲浩的行踪，要不要这就将他擒来？仙界之人和入魔之人认亲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我亲自去。景修，早晚我要你的狗命！一把断了柄的魔刀，居然还有如此威力。母亲，哥哥，求你们一定要保佑我。来者何人？牢盘通禀，南极仙翁弟子清源求见九尘上神。
好。仙君，这不是在南极仙州见到的那只丹鸟吗？仙君，啊，看你以后还敢再来找事！林夕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欺负我们家青鸾！打扰神尊了，清源此次前来是奉仙翁之命。最近是否有受过伤？是，并无大碍。如何医治的？此等小事就不劳神尊问询了，只需要把水月鼎交予小仙，让小仙回洞府复命，便感激不尽了。水月鼎，神尊你，本尊没有见过此物。给我进来！玉立元君，你不能进去，你不能进去！你到底要干嘛呀？神尊，他……神尊，我无意冒犯你，只是今日这小仙先挑起事端，拿着蟠桃仙果诱捕我家小青鸾，不知是何居心。这事儿就算闹到天君面前，我也是占理的。你胡说八道！我胡说，你问他。放肆！神尊，小仙知错，小仙知错。每天只知道胡闹，退下，罚你闭门思过。是，神尊。神尊，就算灵犀他……好了，你走了。看来神尊还有家务事要忙，请将水月鼎赐还，小仙就告辞了。本尊这里没有什么水月鼎。你，莫非神尊想强占我南极仙州至宝？大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竟敢在浮云殿大呼小叫的！神尊身份何等尊贵，怎会贪图你一小小洞府之物？下界小仙不懂规矩，再敢聒噪，就叫天兵呼你出去！你好，看来天庭仗势欺人的地方，我走便是。神尊，你收经了。今日多谢元君。神尊哪里的话，能为神尊分劳一二，是我莫大的荣幸。而且今日你还为我呵斥惩处了殿中人，玉离很是高兴。有功当赏，有过当罚。话虽如此，但玉离明白，这是你对我的爱重。神尊，其实你不知道，我曾很羡慕灵犀。早在数万年前遇见你，我便知道你心怀天下，仁义无双。那些闲言碎语我从来都不信，只是我人微言轻，当时不能在天君面前为你分辨。我只怪我自己，不能是你殿中的一名普通侍从，还能常伴在你身边。本尊罚了。玉立元君，你退下。你累了，那神尊，你休息吧。啊，对了，神尊，我给你的九龙神火罩还好用吗？那，你记得时常用着啊。那我走了。
你说你是不是傻了？他不就是一个南极仙州的下级小神吗？你怎么怕成这样啊？跟耗子见了猫似的，没出息。再说了，咱们傅一念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啊？你被那个玉离欺负成这样，你都不知道还手吗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天天生活离不开药王，练功得吃药，拉肚子得吃药。不是你这……好好在这闭门思过，以后离我家青鸾神鸟远一点，听到没有？嗯，算你识相。哼。神尊，神尊，刚刚那位上仙是来讨要天恒神砂的吗？我总觉得他有点可怕，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也知道怕，那就别主动惹是生非，都闹到殿前来了，让外人跟着看笑话。对不起，神尊。出去吧。那这天恒神砂，且带着吧。哎，等等，把13叫过来，你闭门思过。但我是神尊。神尊找你。神尊，你找我？有件事要你去办。是。什么事？